真正让甘油三酯降下来的，不是少吃一口油。我们今天来讲一讲管理甘油三酯的3件大事和3件小事。第一件小事情呢，是控制进食的频次。不管你是吃高糖饮食还是吃生酮饮食，你都需要知道进食的频次过高，其实对你管理甘油三酯是比较不利的。如果你是吃高糖饮食的，你要了解你每一次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的热量，你的身体容许你利用，容许你燃烧，大概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左右，而你每一顿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很难2个小时用得完。然后呢，吃高糖饮食的同学容易饿，所以吃高糖饮食的人呢，往往每一天吃东西的频次很高，不一定每一次吃东西很多，但是频次很高，你不断的在摄入碳水化合物，这个对你的身体来说就相当不利了。所以对高糖饮食的同学们来说，比较漂亮的饮食模型呢是168轻断食，这样子的话，你身体有机会把你吃下去的碳水化合物的热量给它用掉。至于吃生酮饮食的同学，跟着你的饥饿感走，饿了就吃，满足了就停。你正确的吃生酮饮食的情况底下，你身体的信号是清晰的，所以控制管理你的进食频次，它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了。第二件小事情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，就是营养的支持了。你吃下去的脂肪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它能不能够给你身体提供能量啊。如果你吃下去的脂肪不能够让你的身体去为你提供能量的话，它就存下来了。当这些脂肪进到你的细胞线粒体里面去，要给你制造能量的时候，它对营养是有需要的。我建议同学们如何比较能够周全的摄入营养，就是多颜色、多种类、多数量的蔬菜，甚至于坚果，可以给你提供比较完整的营养。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2件小事。营养周全呢，可以让脂肪更容易被身体利用。第3件小事情呢，是要注意要避免隐形杀手。排名第1位的就是酒精，排名第2位的是果糖，排名第3位的是睡眠和压力，它会影响你的身体代谢脂肪的。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讲3件大事。第1件大事是控制甘油三酯源头的生产。源头的生产，第一就是糖吃多了。这个糖啊，不一定是吃到嘴里甜的东西啊，吃到身体里面变成的糖啊。所以饮食里面淀粉类的食物，精致的米啊、面啊，过多的碳水化合物热量摄入了，酒精啦，它也是一个源头了，胰岛素长期偏高了，这个是重中之重的甘油三酯的来源了。第2件大事，重要的事情是你要能够把生成出来的甘油三酯把它消耗掉，把它用掉。那我们肝脏转化出来的甘油三酯装到 VLDL 里面去了之后，它可以送到肌肉细胞里面去被你燃烧的，它也可以送到你身体的脂肪细胞里面去储存起来让你变胖的。关键是你能不能够迅速的清除。但是呢，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因为你吃高糖饮食，长年累月吃高糖饮食的结果，你渐渐的形成胰岛素抵抗了以后，你的脂肪细胞接收甘油三酯的效率开始变差了，这个时候你清除甘油三酯的能力就下降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甘油三酯上升了。所以真正从最底层的逻辑来说，要甩掉这些甘油三酯最好的途径是把它燃烧掉。你要想你的身体能够燃烧甘油三酯，主要燃烧甘油三酯的地方就在我们的肌肉细胞里面。肌肉细胞要燃烧甘油三酯，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你身体的胰岛素降下来啊，你就需要把饮食里面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尽可能的往下减，然后饮食里面的脂肪的热量往上提，那么你的代谢灵活度恢复了，你的身体开始顺利燃烧脂肪了。所以在把它甩掉、把它用掉的过程当中，增加肌肉对你非常有利，做有氧运动对你非常有利，提升你的代谢灵活度对你非常有利。第3件大事，重中之重，降低胰岛素。降低胰岛素的好处非常多啊！因为降低胰岛素，你需要做到的一件事情是降低碳水化合物热量的摄入，你的操作上直接糖的摄入就下降了，那么你的肝脏制造甘油三酯的来源就降低了。同时呢，你的胰岛素下降了以后，又提高了你身体燃烧脂肪的能力，恢复你的代谢灵活度。所以降低胰岛素这件事情呢，是第3件大事，但是呢，它是重中之重，可以改变你身体的代谢状态的。同学们，这3件大事你做到了，那3件小事你做到了，你的肝脏会谢谢你的。